大家好，小胖又来给你们讲故事了。这次要讲的故事叫做《李清照少女填词》，生当作人杰，死亦为鬼雄。这是宋代女词人李清照留下的千古绝句。她对诗词、绘画和音律无不精通，是历代公认的才女。少女时代的李清照，生活充满了美丽与率真，从小就显示出了她超群的才能。明成啊，来。明成啊，我们到书房一叙如何呀？是。这个淘气的丫头，躲什么？我都看见你了，还不赶快出来？爹爹，赵哥，清照啊，爹爹，今天的功课做了吗？还没做呢。那你还贪玩？您还没出题目呢。题目好，就写荡秋千吧。秋千，秋千，我想好了。哦，这么快就想好了？蹴罢秋千，起来慵整牵牵手。露浓花瘦，薄汗轻衣透。见有人来，袜颤金钗溜。何羞走，倚门回首，却把青梅嗅。真是出口成章，不错。只是你的青梅竹马是谁呀？爹爹。爹爹，您说今天带我去城外郊游的。清照，你没看见爹爹正在忙着呢吗？你说话不算数，我不理你了。爹爹，您在找什么？找苏轼先生的几首诗，本来都背得的，一时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。哎，上年纪了。我来告诉您吧。好了，自己去玩吧。您太瞧不起人了，连我都记不起来了，那可是很生僻的，你怎么会知道呢？那可不一定。爹爹，如果我说对了，你就要答应我去城郊玩，好吗？你是大家闺秀，应该静守闺中，你怎么总想往外跑？我女孩子又怎么了？亏您还是苏轼门生。爹爹说不过你，那你告诉我，苏轼父子三人由三峡出川进京赶考，苏轼回望故乡写了哪两句？故乡飘已远，往事浩无边。那么他观赏三峡景色又做了何种感叹呢？他说：入峡出无路，连山忽似堪。风过如呼吸，云生似吐寒。哎呀，我的女儿真是了不起呀！好了，爹爹，我说对了，我们可以去郊游了。让明成陪你去玩吧，还有一个条件，你得把郊游的感受写成诗。好吧，那我们就一言为定了。潮水，哎，快，新出笼的花看，多漂亮的花！真热闹啊！快看这儿，这儿的景色真好，真热闹啊！这儿，清照，我们上哪儿啊？去酒楼吃点好吃的，解解馋，怎么样啊？啊，正合我意，咱们走吧。菜来啦！来盘花生米，非常好，客气。哎，来啦！好吃吗？我也要喝点酒。啊，女儿家可不能喝酒啊！再来2盘。女儿家为什么不能喝酒呢？带走啊！司马光的家饭不是让女子柔顺为德吗？我才不理他们那一套呢！你们男人能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，我们女人也能啊，何况喝酒？我是怕你喝醉了。给我！昨夜风疏雨骤，浓睡不消残酒。我也要学李白那样斗酒300篇。哎，少喝点儿。你抓不到我。你看那夕阳好看吗？真美呀！我们玩了一整天了，我真舍不得离开这儿。我看时间不早了，我们该回去了吧？
没办法，回去吧。诶，我忘了该怎么走了，好像是这条路。哦，不对，应该是这边吧。哦，我看呀，我们呢真的是迷路了，找不到回家的路了。看来啊，我们只有雇一条小船从水路回去了。真的吗？好啊好，我们就坐船回去。来吧。走。好美呀，就像梦一样。有了，我就做一首如梦令吧。常记溪亭日暮，沉醉不知归路。兴尽晚回舟，误入藕花深处。争渡，惊起一滩鸥鹭。好词啊，清照，你画了一幅情景交融的画呀。一位少女外出尽兴游玩到天色昏暗，喝醉了找不到家，却误入藕花深处，竟惊起了一群夜宿的鸥鹭，真是自由而率真呐。李清照是着力于众人之上的杰出文学家，她的诗歌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独特的风格，是中华女性艺术家的优秀典范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。如果您喜欢的话，欢迎订阅、评论和转发。我们下集再见。